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Katrin Brack）。一个预言跟一个承诺，观众能看得出他们的分别吗？在莎士比亚创作于1605年的作品《马克白》中，如果没有一个预言的诞生与应验，主角马克白的命运便会截然不同。不同之所以产生影响，主要是莎士比亚借马克白这个角色，让预言成为了性格的考验，那就是虚妄的愿望会被谁相信有实现的一天。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人会把预言听成了承诺呢？外表上，马克白是一位阳刚的、骁勇善战的将军。如果说他会栽在自己的手里，就只能怪他听信了不该听信的声音。一道声音是来自森林里的3个女巫，对他说出了3个预言。另一道声音是一直鞭策他要把预言变成承诺的马克白夫人。身为男子汉，这些女性的声音为什么能操纵他的意志，贡献他的心灵呢？也许这些声音并非来自外在的世界，却是起源于一个人内心里的那座小剧场。与其说是别人的声音，不如说是自己的回应。所以卡特琳·布拉克2022年为卡林·汉克尔导演的《马克白》所设计的舞台，很重要的一个创意便是贯彻它的宗旨，利用一个视觉元素便能把文本中的真相或者真实呈现在观众眼前。这个元素的选择，既是由他对视觉之于文本的解读所构成，又是掌握了物件在成立视觉元素时能服务到的舞台意象。而在这部马克白中，我们发现双重的意义都来自马克白为什么会把预言听成了承诺。中文有个说法，一纸承诺，承诺是沉重的，纸是轻薄的，它就是典型的悖论，说明信任常常让人悬于一线。那些悬念与诺言本身有的分量感相差极大，所以在承诺面前，说的人跟听的人都是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找到了一条可以踏足却又可能失足的钢索。站在钢索上的人，一方面是要兑现他给对方的预期，另一方面是要考验自己给予的信任。中文也有个说法，就是7上8下。形象化一点说，等于看不见的15个吊桶一起在升降的状况下，把人弄得坐立难安。这样的一个心理小剧场，就是马克白在听到了女巫跟他说他将登基为王，以及马克白夫人跟他说，当你敢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个男人。为什么马克白不是第一时间付诸行动，反而是踌躇不前，7上8下呢？卡特琳·布拉克把这样的心理小剧场变成舞台剧《马克白》的唯一实景的关键，就是使用了马克白的心理素质的具象化。还有什么比一纸承诺的那张纸更能表现呢？预言跟承诺的距离就在于聆听者在主观跟客观2个位置上的摇摆。如果预言只是预言，卡特琳·布拉克使用的白纸就只是白纸。但是当预言被听成是承诺，白纸就会成为象征物。放在马克白的心理小剧场，他的主观意愿就是成为最高的权力。女巫们的确有对他说过这样的可能，只不过
女巫们也同时说过另外的2个但书，也就是马克白要面对的2个意外。一个是没有女人生下的男人可以打败他，另一个是除非伯南森林能走到他所在的邓西嫩高地，他才会被打败。这2个但书的确听起来更像是承诺，因为在逻辑上没有人不是被女人所生的，而树林也不可能会移动。只不过这2个但书暗藏玄机，他虽然用了2个不会来增强马克白的信心，但恰恰是这2个不会作为条件，为什么会出现在预言里，也就是变数二字，或者更扩及整个生命的本质，就是无常。这让人在其中就如一张薄纸般脆弱，成功失败，一举成名还是身败名裂，都可以在转瞬之间。马克白的信心好比一张纸，一旦不如他的预期，本来对于自己的自信就会不堪一击，摇摇欲坠。这样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是一般人跟马克白的差异就在于野性的大小。一般人碍于能力与胆量，不会因为听说了预言就去杀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所以在自信这回事上，时多时少还是可以平衡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便是让人在了解自己跟获得平衡的一种媒介。卡特琳·布拉克为马克白设计的舞台，因此不只是服务舞台上的角色，也让观众在上面看见了，也找到了跟欲望的连结。当一条条白色的立体纸条从看不见的黑暗中缓缓下降，继而覆盖了舞台上大部分的空间，恍如剧中女巫说的伯南森林移植到剧院里，这个被认为是预言里不可能的但书，就这样紧紧地被卡特琳·布拉克抓住，并且让他的移动从横向变成是垂直。现实里的森林是从下至上的生长，在这里却变成了从上到下的压迫。在马克白当中，伯南森林的移动从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关键，就在于那个森林本身是非自然的，它是由士兵的伪装而造成的一种错觉，也就是说，它是人造的。纸的原料来自于森林，它本身就是一种人造物件，而一座森林的生长方式理应是从下而上的。但是当卡特琳·布拉克将它倒转成为了从上而下，原本在马克白心理小剧场中的压力就被具象化，移动的森林就成为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恐慌与压力，而这也是一种人造的物质所引发的情绪。恐慌与压力作为情绪，对我们的心理空间就会造成不断的拉扯与压缩。卡特琳·布拉科也掌握了伸缩这种形态与纸张作为物件可以产生的运动。在马克白里，维持最长的伸缩作用是不间断的20分钟。在这20分钟里，舞台上还有一个合唱团，异口同声反复在吟唱女巫对马克白说过的预言。纯然从视觉的角度，这20分钟等于是把观众带进角色的内心剧场里。在那里，马克白正在经历对自己要信不信，对别人要杀不杀的挣扎之中，也是在纸条一伸一缩貌似重复的运动里，对于遭受矛盾折磨的人来说，每一刻都是煎熬无比。中文也有一个说法，大丈夫能屈能伸，我猜卡特琳·布拉克并没有听过。有趣的是，不止一次他的设计都能产生异曲同工之妙。也许那条贯穿东西文化的路就是智慧本身，智慧能够缔造自知之明，因而预言或者承诺都成为了外部的一种杂音，而不再左右一个人的思维与行动。一座纸造的森林却动摇了一个人的信念，
谁说卡特琳·布拉克只是设计马克白的舞台，而不是揭示了一个真理：性格决定命运。